大家好啊，大家早上好啊！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钟左右啊。我们现在出发要去办一件非常大的事情，对于我们整个家庭来说，我拿了一堆的资料，大家猜到了吗？我要去办什么？啊，对了，我们要去办一个美签。今天呢是我们预约到早上10点15分去办美签，然后呢不知道今天会不会很顺利啊？反正我们准备了一大袋的东西。然后之前看小红书的话，他也说不会看那么多东西。其实你提交了 DS160表格了之后呢，他就基本上能够判断你会不会通过了。但是还是需要一个面签的过程，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过去面签啊。然后我们现在到那个上海的梅龙镇广场过去，然后去看一下我们今天能不能通过美签。我们今天办的是一家3口的美签啊，不知道这样子会不会更容易通过一点。好的，如果通过的话，我再给大家说啊。这一把伞40块钱。对了，网上买，估计也就十来块钱、20块钱。往哪边走？往那边走，再往上。然后就是前面就是承包的地方。前面有承包的地方吗？是南汇路上有个交叉口吗？这里是进口应该。没看见有人在这边排队啊。我看这里，地包南汇路，前面应该是凤城路吧。然后到2排队领卡，然后再排队过来。走。但现在。Hello， 大家好啊。今天早上呢，我之前在之前的视频上说啊，今天我们去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那这个事情就是说，我们要去那个美国的驻上海的大使馆，在梅龙镇广场那边呢，我们去办这个美签。我们办的是这个旅游签证啊。然后呢，大家猜一猜我们通过了吗？好吧。如果你还想继续看视频的话，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有没有通过啊。看，这是我准备的资料。然后呢，我们今天顺利了通过了美签的签证啊，这个我们拿到了这张纸啊。今天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一天啊，因为之前在网上看很多人在小红书上看的时候都说美签比较难通过嘛，拒签率会比较高啊。但是今天我们很幸运的通过了啊。然后呢，我也想放好资料了之后呢，给大家说一说我们是怎么通过美签的啊。然后呢是这样子的，今天早上呢我们去美国大使馆去做美签，但是天公不作美，下了一场非常大的雨。早上从家里出发的时候还是艳阳高照，但是呢一到这个南京西路的地铁口，然后哗啦哗啦哗啦下了好多雨。然后呢我们不得已又返回这个地铁站去那个711买了一个40块钱的雨伞。好贵呀！我觉得这个在淘宝上买可能20块就差不多了。然后买完之后呢，我们就顶着这个风雨啊，然后到那边去做面签啊。首先我们去把这个包给寄存了，然后呢，这个包寄存一下是差不多是20块钱。然后寄存完之后呢，我们就到那个保安那边去拿那个通行证，2张通行证。然后呢，拿了通行证之后，我们就正式上到这个梅龙镇广场的8楼，然后去面签。然后接下来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上到梅龙镇广场这个整个过程啊。我们到了8楼之后呢，然后到了一个门口的话，这个门口是需要排队的，因为它是按照不同的时间，比如说8点啊、9点、10点，它有不同的队伍。然后呢，我们是排在了10点的这个队伍这一条队伍上。所以呢，我其实想跟大家说的一点是，如果你们去面签的话，其实你不需要提早非常多的去排队，因为什么呢？如果你来的特别早的话，你还是会排在那个固定时间的那条排队的那条线上，然后就要等很久，然后呢也不会轮到你。然后像那些比如说正常时间来的，他就能够直接在那条线那个排队的线上进去，然后直接进去，不是说你排队的越早，来的越早就能够越早面签的。这个是我们获得的一份经验啊，也分享给大家。然后第2份的话就是说，我们排完队的时候呢，我们
首先是要给他看这个我们的预约信的，然后他会在预约信上去画一个圈圈，然后你就可以排队了。然后排队的第二步骤就是说他会给你贴那个条形码，然后贴完条形码了之后呢，你就可以进入到安检的步骤，然后进入安检的步骤你就去按指纹，按完指纹然后你排队就是去做面签。然后呢，整个过程因为我们今天也是第一次面签嘛，所以我们去的是比较早的，我们基本上9点钟就到了，然后在那边排队的话差不多排了1个小时的左右的样子，1个小时。然后呢到正式我们面签的时候呢，我们在里面大厅里面还是要排一下队的。然后今天其实签证非常幸运的是说，我们今天给我面签的是一个外国小哥哥，非常帅啊，戴着一个黑框眼镜，然后脸非常立体。然后呢我们是在那个小哥哥给我们面签通过的，但是呢其实我们前面的那个人啊，因为他带着他的小姨和带着他的妈妈去签证的一位女士，然后这位小哥就把他给拒签掉了。然后呢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但是我听到的是说他那个面签官问了一些他的问题，说你来自哪里，然后那个人说我来自浙江温州。然后呢那个面签官就在那边敲字，敲了好久了之后呢，然后就说对不起，你们不能通过。然后呢这个时候我们心里其实蛮忐忑的啊，因为我们前面这一个已经拒掉了。然后呢轮到我们了之后呢，我们就过去了。然后呢首先他跟我们说先拿护照，然后我们把3本护照都给他。然后他问了这么几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你住在哪里，我说我们住在上海。然后说你的工作是什么，然后把我们2个工作都跟他说了一下。然后第3个就是说你在公司是做什么的，然后呢接着第2个问题做什么的，然后我们也跟他说我们做了什么。然后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之前有没有出过国，然后呢我说我出过了。然后我特别，因为大家知道我之前的话是去新西兰去有工作签证的，但是他这个是电子签，所以呢我当时就把我电子签的这个打印的东西打印出来，然后给到他了。然后他就拿去看了，看完之后他也点点头，还是比较满意的。然后问我们去过哪里，我说我新西兰、新加坡、马来西亚都去过啊。但是这些我去过的这些地点都是5年之前的，就是我在我的 DS160 表格上是没有填这些信息的，因为 DS160 表格上他会说你是5年之内你去过哪些国家，所以我当时就准备了这个新西兰的这个工作签证，然后给到他去看了一下。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他问了我小孩的这个出生证明，让我把这个出生证明给到他看，然后他核对了一下，然后这个出生证明的名字啊，然后父母的名字啊，然后在这个键盘上敲了敲，然后就通过了。然后他说恭喜你们通过了，然后我给他竖了2个大拇指，然后我说了一下谢谢，然后我们就走了。然后他就把我们护照给收走了。然后呢其实我们在准备的材料的时候呢，其实准备了这个照片嘛，我们每个人有2张那个照片，按照他要求的这个照片拍出来了，但是他没有收照片。然后后来我出口的时候，我跟保安问了一下，就是说这个照片其实不需要了现在啊，所以的话这个只是说用于在上传 DS160表格的过程当中会用这个照片。好的，那以上就是我整个的一个过程啊。然后的话我是觉得我因为第一次去签嘛，非常的开心，然后就把它签过了，然后也碰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面试官。然后视频的最后我还想跟大家提几点醒啊，就是说你们去签证的时候你们要注意的一个点，就是刚刚我首先说了，你不用去的太早，因为排队它是按照你的时间线去排的，你去的太早的话你在那边也是要排队的。第2个是千万不要把手机带进去。今天我在排队的时候看见有一个差不多50-60岁的中年人吧，他在他的屁股后口袋里面插了一个手机，然后在那时候填条形码的时候就不让他通过，要让他出去。这个是大家特别要关注的一点，一定要把你所有的手机电子产品然后放在包里面，然后寄存到那个大厦的外面啊，专门有寄存的地方，然后把它寄存好，带着你必须的表格进去就好了。第3点就是说准备材料，其实我准备了非常多的这个材料，但是在整个面签过程当中呢，他是没有怎么看的。我唯一拿出的材料就是我小孩的出生证明以及户口本，这个是我给到他看的。然后还有就是护照嘛，然后还有我的这个新西兰的工作签证，这几个资料给到他。然后像之前网上说的什么房产证啊、车辆证啊，然后还有什么资金证明啊、工作证明啊、流水证明啊之类的，他通通没有看的。所以我只给了这个几个材料，但是我也想提醒大家的是，大家材料一定要准备充足，因为你不知道他会问你要什么材料，所以呢，你准备的越充足，他问你要的时候，你就能够很快的给出他，那对你的这个第一印象也是非常好的。
对了，我还想补充一点的是，他还问了我一个问题，就是你居住在哪里？我说我居住在上海，然后这个就让我联想到了之前在我前面那一位被拒签的那位女士带着她的小姨和她的妈妈，她说她居住在浙江温州。我觉得这个还是很有关系的，所以大家其实很多时候的居住地啊，其实蛮影响你的这个最终的旅游签的一个结果的。反正今天非常的开心，今天能够把这个美签给通过了。然后呢，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都可以在我这个视频下面去留言，然后我也会把我的亲身经历给大家说一下。然后的话，在留言里面，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我也可以给你回复啊。然后呢，谢谢大家，然后今天观看我的视频，然后今天非常开心，好，再见啊。